超蹦加 Lightform Ultra 的中底，蹦丝鞋面，单支42码，275克的重量，还有着599的价格。这样的一双鞋，无论外观做得怎么样，它都一定能成为球鞋市场上的焦点。还有更过分的，就是它的外观还特别帅，这你受得了吗？没错，就是这一双鞋，超轻2025。这一双鞋应该也是第一双以2025为结尾的篮球鞋。哇，都2025年了，又得做年度榜单了。超轻2025绝对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热度最高的篮球鞋，没有之一。轻质的重量，不错的配置，好看的外观，还有着还算亲民的价格。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前一段时间这一双鞋清一色全都是好评，没有一个人说这一双鞋不好的。而在发售之后，风向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最近我看到的一些视频啊，全都是在喷这一双鞋的，说这一双鞋除了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优点。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给大家聊一聊。老样子，我们还先从球鞋的基础3要素开始。抓地、抗扭、稳定性，看看这一双鞋是不是能够满足最基础的能用来打球的这个需求。这一双鞋最令我感到惊喜的就是它的抓地，前掌 GCU， 后掌 ToughOS。我们这边最近大降温，风超级大，我打球的那个场地啊，不仅干燥，灰尘还特别多。在降温刮大风的那几天，其他大部分的鞋款在那片场地上都没有办法拥有很好的抓地，即使我们用手去擦拭鞋底，抓地也就大概能保持个几秒钟的时间。只要在球场上走个2-3步，脚底下可能就又开始打滑了。而这双超轻2025，我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的，起码我对它没有特别高的预期。毕竟这种这么粗的纹路啊，给我的感觉它更像是那种偏向于外场的篮球鞋。但是直到我穿上它走上球场，我才发现我错了。当大家都在球场上溜冰的时候，超轻2025能够让我牢牢地抓住地面，这一点让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惊喜。之前我体验过的很多搭载 GCU 的篮球鞋，像什么预帅 Ultra 啊、闪击10啊这些鞋款，在干燥且有灰尘的场地上，抓地效果其实都不太理想。但是最近体验的，像这一次的这一双超轻2025，还有之前的闪击11，他们都有着非常出色的抓地表现。感觉 GCU 这项科技啊，也一直在调整配方，不断在进步。现在 GCU 大底的表现好像跟他们宣传的越来越接近了，不怕灰，还有着顶级的抓地表现，真的可以算得上是 T0 级别的抓地材料了。希望其他所有的国产厂商们也都可以去学一学，这真的是一项可以改变整一双鞋实战体验的特别棒的科技。最主要的是，它在有着顶级抓地的同时，还有着出色的耐磨表现。前掌的外底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4左右；后掌的橡胶硬度也在70以上，硬度都非常高。在我这一段时间穿着下来，它的大底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磨损，只有在前掌的主要发力点位置处，它的纹路上方啊，原来有一层细小的纹路，确实磨掉了一些，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出色的橡胶硬度，再加上较粗的纹路，我觉得啊，即使穿它去进行一些室外场地的实战，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抓地和耐磨，它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非常棒。而在抗扭方面，它的表现相对来说就比较一般了，只能算是一个将将好够用的水平。不过对于体重比较小的球员，或者是打球强度没有那么大的球员来说，它的中底刚性也是完全够用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啊，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一下，这一双鞋在温度上升之后，它的中底刚性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衰减出现的。好在最近的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在我们实战的过程中，虽然它的中底刚性啊确实会有一定程度的衰减，但是也依旧能够保持够用的水准。不过如果到了夏天，不管是气温还是地面的温度都会比现在要高不少，那到了那个时候，它的中底刚性还能不能保证这一种够用的水准，我就不敢保证了。我只能说啊，在冬天它的中底刚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并不会出现什么夸张的形变，穿它打完球双脚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
它的稳定性，我个人认为是这一双鞋身上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地方。前掌的面积非常宽大，并且外侧的这一块偏软的 TPU 以及内侧上翻的橡胶都能对它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形成一定的限制。前掌非常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后掌的缓震材料没有任何硬质材料作为支撑，形变空间非常大，并且 Lightform Ultra 这一项中底材料明显偏软，在实战的过程中后跟会有那么一点点晃。不过在我穿了几次之后，它的中底确实会出现一定的衰减，在衰减了之后，后跟的晃动会明显减轻很多，但是依旧还是存在的，这就让这一双鞋有了一定的穿着门槛。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出色，可能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驾驭它，这一点你在购买之前就必须要考虑清楚，好吧 ？OK， 在基础3要素方面，除了它的稳定性确实不是特别出色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还不错，尤其是它的抓地真的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双鞋在风格化上面的处理做的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这一双鞋会有如此一个2极分化的评价？吹的人把它吹上天，喷的人把它喷得一文不值。首先，这一双鞋的鞋楦还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并不宽，只是因为它在前掌外侧没有任何硬质材料的包边，并且内部的填充也相对来说比较薄，所以宽脚的兄弟们也能穿进去。但是实战的体验一定不会好，因为它的动态锁定其实并不是特别出色。在我第一次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在运动的过程中，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都能感觉到双脚在鞋内的位移。但是只要经过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进行磨合，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脚型是偏窄的，那在穿薄袜子的时候，双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而在穿厚袜子的时候，整体的锁定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这就说明了一点，就是这双鞋为了重量而放弃掉了原本应该存在的鞋面填充。如果它的填充能稍微增加一些，那在整体的穿着体验上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穿这一双鞋，我建议还是尽量去选择厚一些的篮球袜，也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带有防滑纱的篮球袜，好吧？并且这一种硬质的热熔鞋面在没有什么填充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在穿着的舒适度方面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问题。在第一次穿的时候，它的鞋面确实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弯折点卡脚的问题，但是只要穿个大概10来分钟，这个问题就会完全消失。但是如果你穿薄袜子再去穿这一双鞋，可能打个1场球下来，你的脚很有可能就会被它偏硬的鞋面给磨破。所以还是那句话，穿这双鞋一定要穿厚一些的篮球袜，好吧？除了这2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鞋带，在实战的过程中特别容易松，一定要把鞋带系得够紧，并且最好要打一个死结，这样才能让它的包裹锁定持久一些。但是因为它的鞋舌比较薄，在我们拉紧鞋带之后，鞋带对于我们脚背处的压力会有一点点大，这一点大家也必须要注意一下。而大面积的热熔鞋面以及球鞋侧面的中底泡棉上翻所形成的侧墙，很好的保证了它的鞋面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用来进行一些高强度的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至于它的中底，可以用2个词来形容：柔软并且流畅。中底的 Lightform Ultra 以及超泵调教都是偏软的，脚感确实非常出色，非常柔软，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它中底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强烈的踩实感。但是好在前掌内外侧都有硬质材料对形变空间做了限制，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中底并不会有明显的泄力感，在突破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还是比较直接的，非常棒。但是因为后跟的缓震材料在外部并没有做出任何硬质材料的包围加固，踩实感确实非常强烈，但是后跟的缓震极限并不是特别高。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如果你对于缓震有比较高的要求，可能它并不能满足你。而它的中底在过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前后掌的过渡没有任何的断层感，并且因为后跟偏软的调教，在蓄力起跳的时候，中底的过渡非常流畅，非常丝滑。但是同样是因为它的后跟偏软，同时又不具备什么强力的回弹，导致在我们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会感觉它的中底比较泄力，没有特别出色的滚动感，跑动时的感觉并不出色。但是如果你平时习惯使用前掌跑动，那它的跑动感受就会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前掌有着明显的弹性，再加上它轻质的重量，在单纯使用前掌跑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一双鞋非常轻盈，非常有弹性，跟我们现在市面上的一些竞速跑鞋真的非常的相似。这双鞋有
着极其出色的重量表现，并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做到了够用。如果你的体重不大，那这一双鞋的体验你一定会喜欢，甚至可能会比你穿伽马的体验要更为出色。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打球的强度又比较高，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双鞋没有那么的牢靠，你会不太敢穿这一双鞋去打一些高强度的比赛。但是这一双鞋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双顶级的训练鞋。可能你平时有很多高强度的球局要打，但是如果你想要买一双鞋在平时训练穿，那这一双超轻2025一定就是现在市面上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虽然它的价格不算便宜，但是它绝对对得起它599的价格。如果将来它的价格能够降到400左右，甚至是400以内，那我建议所有有训练鞋需求的兄弟们都去入手一双，它一定不会让人失望。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